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 iPhone 内置 App， 该轮到提醒事项 App， 英文是 Reminders。提醒事项这个 App 其实也属于个人数字助理的一部分啊，它也是在我们的诺基亚时代啊，当时有 PDA， 就我有一期节目提过个人数字助理，其中的一个主打吧。那提醒事项，你看它的名字就大概能猜到啊，它就是提醒我们做一些事情不要忘记了。那它和有一些功能还是蛮类似的啊。举个例子来讲，这也是我在之前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用户经常会搞不太清楚的。比如说提醒事项和备忘录什么区别再比如说提醒事项和日历什么区别再比如说提醒事项和这个闹钟什么区别？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些用户搞不太清楚？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些软件的功能确实有雷同之处这是原因之一。那原因之二呢？其实我猜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就是这些搞不太清楚的用户呢，大概率上不是在那种工作状态，就是有很多的任务、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事实上还有蛮多人没有过渡到用这个科技产品，用一些外部的工具来帮助自己的大脑来做记忆就是没有过渡到这种习惯上来，而且但是有一些这种复杂工作的需要应对的人呢，很多时候应该是不得已不得不用这样的一些功能，特别是有些时候牵扯到团队合作，那其实你只能用这样的功能。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了解过一个名词，应该叫 GDT 就是我这方面不是很在行但是也可能这3个字母的顺序我会说错，但这不重要大概的意思我还是明白的。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理念呢，就是说人类的大脑它最值钱的地方，就是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做判断，而不是做记忆。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较真儿去抠这些细节我们只是看这种说法对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启发。那我认为这个是在科技时代所特有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它的前提是人类已经有一些工具能够帮助大脑来做记忆，并且这种记忆会远远的好于大脑，不管从它的准确性，还是从它的这个时间保留的时间长短，还是从它的提取的方便程度等等，这些方面都会优于大脑，使用这些工具都会优于大脑。那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我们的大脑应该被怎样更高效的使用。而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也确实告诉我适当的用一些外部的辅助工具来让大脑释放出一部分负责记忆的脑细胞，而更多的让大脑用于思考判断或者说你说叫运算吧，这个都可以。那确实能帮助我们活得更好吧我姑且这么讲。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就不说工作因为工作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出去工作，像我现在就没有工作。我就说生活，因为不管怎么样您都要生活的嘛。那您只要生活，您是不是得按月交房租，按月还房贷那你说我有钱，我家买的房子也不用还房贷，那行，那你是不是要每个月交水电费电话费那如果以我在国内的生活经验来看，但凡您的这个生活品质稍微能高一点的话您家里是不是得有这个净水器的滤芯，你是不是要换呢？而且有些高档的净水器好一点的会有3个甚至5个滤芯，而且呢每一个滤芯它的更换周期还都不一样，那这些你是不是要去记录一下呢？那再比如家里有新风系统的，那你的滤网什么时候换呢？多长时间一换呢？你脑子能记住吗？
每次都准确的记忆住吗？再有比如说您的车啊，多久需要保养啊？什么时候需要去年检？什么时候需要去买保险？哎呀，说到买保险，可能这个买车险以我个人的经验啊，在国内确实不需要你用外部设备去记了，因为提前2个月，这个保险公司的销售就开始打电话给你了啊，这也挺烦的哈，对于我来讲其实挺烦的。所以这些事情是更好的能够把它从大脑当中拿出来，用这个类似于像提醒事项这样的 app 去帮助我们做记忆的。这样呢，其实你的大脑也是一种解脱跟放松，因为你不用时时刻刻的提醒大脑说，哎呀，我有笔钱没交，哎呀，我有个什么事情没做。而且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它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的，有些是每天循环，比如说吃药。当然吃药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啊，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叫健康 app 的这一期，用这个吃药是比提醒事项更好的。但是在健康 app 没有这个用药提醒功能之前，其实吃药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吃药提醒，对吧？那包括什么水电费，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其实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你就不用说别的，就是人一上了年纪，您但凡有一些慢性病需要按时服药这件事情，只要你没形成肌肉记忆，那刚刚开始用药的时候，我不相信人类能够很自然的凭自己的脑子每次都按点按时的记住这件事儿，我是不太相信的。那当然，我知道有脑子记忆好的啊，我觉得我的记忆属于人类的下层，那更适合讲这个话题。所以我对于提醒事项的使用反而是我觉得还是挺依赖的。我的提醒事项里面有几百条了吧，大概有500-600条提醒事项，其中有一小半都是循环的提醒这样的方式。那当然提醒事项也跟随着我们系统的，因为它是系统软件嘛，所以每次提醒事项这个 app 的更新都是随着系统更新来更新的。那最近更新的一些内容，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受用的，就是比如说它更新了一个功能叫今天，有一个专门的分类叫今天，它是单独从你所有的提醒事项里面自动的提取出来的。那不管你下面有几百条、几千条的提醒事项，只要你设置了日期或时间的提醒，那系统就会自己找今天有没有什么是你要做的，只要找到了，就会把它单独拎出来，放到这个叫今天的分类里面。那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只要看一下这个今天里面有什么，我就知道我今天该做什么事情了。比如说今天里面我们可能有用药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该换洗这个床单被套啦，比如说今天我们该进行一次大扫除啦，比如说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要换什么滤芯滤网啦等等啊，这个只要我打开，包括什么信用卡还款，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提醒事项里面记住的。突然发现，今天要还款了等等等等吧。那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会使你的大脑真的会放松很多，因为你只要养成习惯，早上起来看手机的时候，看一下提醒事项的今天分类里面有什么要做的，只要把这些都做掉，其实就不太会有什么不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嘛，能这么说吗？或者说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无论紧急与不紧急，我就做完了。这个心就放下了，这剩下的就是该干嘛干嘛，该吃吃，该喝喝就好了。那我个人呢是把这个提醒事项的今天分类作为一个桌面小组件就直接放在我的主屏幕上面。所以每次我只要把 iPhone 一解锁之后，我的主屏幕上我就能够看到我今天是干什么的，而且通过这个版本的 iOS 更新之后呢，我还可以跟这个小组件进行互动。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干完了之后，我直接在小组件上画个勾，那这个事情就算做完了。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再反归头来去看提醒事项到底是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待办事项英文叫 to do list， 就是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列表。所以提醒事项它天然会在每一个条目的前面带有一个复选框，就是选中画勾就是完成，它带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天生注定了它不适合什么呢？
我们在这就可以跟备忘录进行区分了。备忘录其实是适合你大段文字的记录，比如说你写个日记啦，对吧？打个报告啦，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地址啊，比如说这个甚至是各个网站的密码吧，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大批量的文字输入啊，比如说超过一个短语了，至少要用1句到2句话来去记录了，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跳转到备忘录。但是但凡能够用一个词、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组就能够让你明白我接下来要该干啥的这种行动指令，那就非常适合用提醒事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提醒事项天生就是为购物清单准备的啊，像我和我老婆之间，我们就共享了一个购物清单。那这又引入一个新功能，就是提醒事项的每一个分类，你都可以单独把这个类别拿出来去共享给其他的 iPhone 用户。注意是 iPhone 用户，其他品牌还不行啊，因为它是通过 iCloud 来进行共享的。那我如果把一个购物清单通过 iCloud 共享给我的家人，那一旦我觉得需要买什么东西，我已经养成习惯，就全部把它记录在这边。那不管我们家人谁路过了一个便利店或者是一个超市去买的时候，他只要核对一下，就会确保我不会有落的东西，对吧？往往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可能说，哎呦，这个酱油快没了，下次去超市的时候买一下。但是如果你不记录下来，等你下次真的身处超市那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山产品海的环境当中之后，除非你眼睛看到了酱油，否则的话你很难想起来还要去买酱油。那我不知道各位啊，有记性好的，但是我不行，我没这本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体外的记录事情的工具，其实它会可以更好的帮助到你，把生活过得更好，把工作过得更好。那接下来分享一些更多的提醒事项的细节吧，比如说刚才我分享了一个叫今天的，这个是对生活甚至工作都很有作用的。那还有一个新加入的功能叫做分配到人。我觉得这个功能呢，对于工作当中的团队协作，或者你家里有2个以上的小朋友，是吧？或者你家里面有一些，我最近听我老婆给我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家务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家务的细节都列出来，然后让全家人去挑，全家人一起共同负担这个家务。那如果你能这么牛逼啊，我现在还没做到，我以后可能会尝试这个啊。但如果你真的已经做到这么牛逼，我觉得提醒事项的这个分配到人的功能也非常有用。那就很简单嘛，你建立一个提醒事项，共享给每一位家庭成员，然后你把所有的家务全列出来，列完之后，大家谁认领哪一个，你就把它分配到谁。然后这个事儿是每天都要做，还是每周要做，还是每3天要做，还是每个月要做？然后你设好提醒，那到点儿这个事儿该谁做？该什么时间做，就是在确定的时间提醒到确定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种方式。那如果你听明白了这个，如果放在工作当中，那就是不用讲了，你也知道了。如果你带领一个小的团队，那这个团队一起要完成某一些个任务，那你把这些任务写下来之后，就可以团队主管就可以把这些任务分配给每一个团队成员，这样他们在上班的时候一看就知道，哦，我今天是做这些，你今天是做这些，他今天是做这些，每个人做完一勾，主管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哦，今天小李做完了，王麻子做完了，这李四怎么回事？一个是老没做完呢，是吧？一个电话打过去，所以提醒事项其实是你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软件。你说你不会用吗？我其实不太相信啊，除非你真的是，比如说老年人65岁以上的，你说提醒事项不会用，这个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但凡年轻一点的，我觉得60岁以下，你不太可能会说我不会用提醒事项啊。但是为什么在我了解的用户群体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在用这个提醒事项的？当然有一些更高端的用户，他是在用其他的啊，比如微软的 Outlook，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像有一些叫 To Do， 还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专门做这个领域的，包括很多用一些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飞书这样的办公协作软件，它里面都有相应的功能。但是大部分人还是
大部分人没有用到类提醒事项的这种功能的 App， 这种工具来帮助自己记忆和规划一些事情，大部分是因为第一没有理解这个 GDT 的概念啊，就是怎么样更高效的使用人类的大脑，利用一些体外器官、体外工具啊，没有理解这个，只是被动的在用啊。比如说像我们说 iPhone 是体外器官，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它是被动的在用，它不用也没办法，它并没有主动的说，哎，我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来去开发一下我这个体外器官还能做些什么，对吧？大部分的 iPhone， 甚至我可以说大部分的手机用户，他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当然，我觉得您能看我这个频道，应该您都是有这个意识的。但是毕竟我这个频道是，如果跟 iPhone 用户比起来，那就少的不值一提嘛。那么，如果大部分人能够意识到这个提醒事项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它能怎么样的帮助到你，那我觉得你说你不会用，其实这就是借口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其实还是另有原因，就其实还是你不想用，不是说不会用哈。所以我觉得提醒事项重要的是这个。那还有一些功能，比如说现在会越来越多的往智能领域发展。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提醒事项的功能，比如说今天啦，比如说分配到人啦，比如说通过 iCloud 共享啦，当然这其中也有涉及到给提醒事项进行分类了，分不同的类别了等等当然了，每一个条目你都可以去设置时间、日期、重复的频率等等等等，包括里面还可以写一些备注，还可以写一些这个URL， 就是这个链接都可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你还应该是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分享的功能用起来，哪怕是跟家人也可以把分享的功能用起来的。那最新的 iOS 18系统呢，它也把这个提醒事项和日历在后台整合到了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你提醒事项里面有若干个周而复始提醒的东西，那么这些提醒的内容其实你可以直接在日历里面也看得到。那你在看日历的时候，也可以顺带着提醒你一下，今天你在提醒事项里面还有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直接在日历里面把它勾掉。这个是要到今年9月底才会正式的跟所有人见面的 iOS 18系统所带来的一个更新。但其实这种我们叫个人数字助理的功能啊，我们也就是说就是这么几大件吧。第一个是邮件，个人数字助理，对吧？第二个是日历，第三个就是提醒事项。这个提醒事项，这个个人数字助理的三大件，其实在各家公司的做法，基本上都类似于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就是最早呢是一个软件3个全包含，比如说现在的微软的 Outlook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产品。Outlook 是既能作为邮件客户端收邮件，又有提醒事项，又有日历，甚至它还把联系人也包含在里面了。最早 Apple 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把日历、提醒事项、备忘录这些全都分开，分成各个单独的软件了。但是到现在呢，它没有真正把这些软件又整合在一起啊，不是河东几年河西几年，并没有这样。但是呢，它从这些软件的后台把这些资源进行共享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未来 AI 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的。那还有一个跟 AI 发展的关系，我刚才其实坦白讲说到一半我忘了这个，所以转移话题，现在又想起来了。就是 iOS 18里面其实从17就开始有了，它会智能的帮你去给你的提醒事项的项目进行分类。比如说你写鸡蛋萝卜白菜，它自动就帮你发现这属于购物清单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我没办法讲得很生动，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功能发布之前，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系统跟逻辑在运行这个提醒事项了。所以它这个功能发布之后呢，我新记录的提醒事项就不是那么多，所以我没有很深入的去体验这个功能，所以我也就没有办法讲得很生动。那么如果您是刚刚开始听了我这个分享之后觉得感兴趣想把提醒事项用一用，那么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功能。如果有什么心得感悟的话，那如果能评论在下面，我也是感恩戴德啊，感谢各位。那总结一下，其实提醒事项用好是要对它的设计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并且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现在打算用，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想要用好提醒事项，真的是需要
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进行反思和定量的去规划，你才能够做到的。所以一个在生活或工作上拖拖拉拉啊，就是没有条理的人，其实他是很难用好提醒事项的。所以这点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提醒事项是不会使一个原本拖拉的人变得不拖拉的。工具是做不到这个作用的，它的作用只能让一个原本有点拖拉，但是希望变得不拖拉，有这个内在的主动想去改变的动力之后，再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工具，它可以让你如虎添翼，帮助你更快的达成自己的目标，这是可以的。但你如果原来就是一个比如说自己生活当中要干点啥都不知道啊，很多就是水电费自己也不管的，家里所有的空调滤芯滤网都是打电话让别人来或者直接包掉的，啥都不想管，啥都不想弄。那其实说白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再好的外部器官不如您找一秘书，对吧？好，这就是本期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